艺术家知道了，光不是透明的，而是由7种颜色所组合而成。19世纪中期的摄影技术以及色彩学的发明，促使了艺术家摆脱自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所建构的理想。大家好，我是 Cielo， 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今天的这一集当中，我会利用水彩的3原色来做一个花卉的写生绘制。那所画的花呢是康乃馨和星辰花。我自己平常大部分画的主要的主题是人物，那尤其是跟女性有关。那会喜欢画静物或是花朵，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想要换个主题。第二呢，当然就是有时候难免会产生视觉上的疲劳，所以想要换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去绘制。会想要选花朵来做今天的写生主题，也是因为其实自然界像是花朵这样的东西，它的特性跟水彩其实蛮接近的，就是都有这种有时候具有一些不规则还有不可预期性。我会把今天所用到的画具和媒材相关资讯放在资讯栏，如果有兴趣做这样的练习的同学，可以去资讯栏做个参考。那接下来就请大家 chill， 你们可以把这段影片当作陪伴你们创作的一个伴读影片，或者是也可以听听我来说说影响我很大的这个印象派这个派别的故事。印象派早于1863年成型，当时有一派艺术家组织的落选者沙龙，也就是我们现今所认为的失败者联盟，去回应当时相对古板并且遵循学院派艺术准则的官方巴黎沙龙。顾名思义，这是一场落选者聚在一起所办的展览，看起来就像是一堆落选者在那边互相取暖啊。展品包括了保罗·塞尚、爱德华·马奈以及卡夏耶·毕沙罗等画家的作品。印象派这个名词具体出现的时候，是由法国画家 Claude Monet 的一幅风景画《印象日出》得来的。印象派这个名词一开始出来其实是贬大于褒之意。莫内在1872年展出了《印象日出》这幅作品，而当时的艺评家在2年之后，也就是1874年，他所撰写的展览评论当中，则采用了这个词。他是有意识的在针对展览中的多位印象派关键人物的作品，讽刺他们开放性和即兴的特质。印象派画家当时反而欣然接受这个名词，而且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他们的行为反而让这位艺评家感到大失所望。印象派的发生，最重要的关键原因是工业革命、现代科学的产生，其中光学研究揭开了光谱的真面目。艺术家知道了，光不是透明的，而是由7种颜色所组合而成。19世纪中期的摄影技术以及色彩学的发明，促使了艺术家摆脱自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所建构的理想。古典希腊的审美观以及神圣宗教题材已经渐渐不再是他们临摹的主轴，取而代之的是对观察大自然的兴趣，还有日常人文景象的表现。他
他们把大气中太阳的色彩效果用笔触表现在画面上，吸取了当时科学中的光学理论，认为色彩是在光的照映之下而产生的，而在不同时间、环境、气候等客观条件下，受不同光的变化而有各种不同颜色。他们更透过写生去发现一般不被注意的色彩表现，进而在绘画的画面上面引起了重大的革新与变化。这个派别和其他派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喜欢用阳光和色彩当主角，然后介于光照和色彩之间的变化，来表现出作者从一个飞逝的瞬间所捕捉到的即时印象。除了客观上的物件和主题描绘的练习外，印象派画家他们的作画方式也让我产生非常多的共鸣，像是不同光影所折射出的不同色系，还有光影上的细微变化，让我很喜欢在利用有日光的时间去捕捉只有当下能够产生的情绪。可能有人就会问，除了白天或是窗边，我就不能够创作或是画画了吗？当然不是，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能够取代自然光的实在有太多太多。除了我们室内用的一些照明光源，还有一些平常辅助的灯具、手机产生的光源或电脑下面的蓝光，这些光源大部分都是可以取代古典的一些日光下作画的方式的，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万千产生的自然光源，让我更加感兴趣，而且对我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